公园本该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，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很多城市的公园内出现一种场景：打扮与年龄完全不符的女人们，冲着来来往往的男性卖弄性感。仔细观察，他们搭话的男性基本都是老年人。这种事情在2014年就被频繁报道过。中年妇女表面上打着按摩的名号，实则是在进行特殊交易。大家好，我是热心读者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在节目开始前，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，谢谢了。在城市的公园里，有时我们能看到这样的画面：进入公园的必经之路上坐着10多个中年妇女，她们或3、5成群，或1、2个搭伙，每隔2、3米分开，各自坐在自备的椅子上，有的在嗑瓜子，有的在闲聊，仿佛来公园休闲的普通市民。然而只要有中老年男人经过，这些妇女便会站起身迎上前去，嗲声嗲气地招呼他们。在一阵察言观色后，这些女人就会迅速锁定猎物，并扭着腰肢做出轻佻的举动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大多是关于保健、养生、按摩之类的话题。当年轻男人经过的时候，这些女人全都无动于衷，她们专门挑那些50岁以上的老年男人。这些妇女针对不同需求的客人选取的服务地点也不相同，这些人就是公园里的按摩女，在中国的各个城市中都能见到，尤其是城中村或3、4线的城市最为猖獗。按摩女大多会在道边公开喊价，遇到那些穿戴整齐的中老年男子，他们会让对方端坐在椅子上，提供所谓的按摩服务，有的还会在客人按摩部位铺上一层白布，但如此正规的按摩服务只是极少数。他们在按摩前会先询问是否需要更深层次的服务，如果对方没有反应，他们就会让男人坐在椅子上。按摩时，他们与男人不断交流谈心，情形甚是惬意。但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嘴里便不时发出嗲声或浪笑，两只手开始不时试探性地在男子全身乱摸。这时，一些男子会变得骚动起来，不安分地开始上下其手，有的按摩女故作娇嗔，有的则主动迎合，开始与男子打情骂俏。至此，大多数接受按摩的男子往往招架不住按摩女的言行挑逗，会同意更深一步的建议。于是按摩女会牵着男子的手走进公园小树林，找到一处僻静处开始新服务。至于他们进行的是什么服务呢？读者就不多说了，大家都清楚，无非就是研究髡字的上下结构。在3、4线城市，这样按摩女相当常见。她们和传统的风俗女不同，大多以物美价廉而闻名，比如10块钱就可以在身上摸一次，给的钱多，摸的地方就可以更隐蔽。因为价格便宜，所以这些按摩女的生意还是不错的。这类公园按摩女的服务对象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。至于为什么选择老年人，其实理由也很简单，这些老年人基本都有稳定的退休金，而且身体素质不高，做那种事的时间都很短，有的甚至就是单纯的摸一摸。因为目标顾客的年纪大，所以按摩女的年龄跨度也不小，从40、50岁的徐娘半老，再到70多岁的老妪都有。曾经就有记者记录过这样一个案例，在昆明的金牛公园内，一对男女被一群人围在中央，随着刺耳的音乐，他们卖力地跳着交际舞，看起来就和普通的老年娱乐没什么区别。但在围观人群中，一名身穿艳红色上衣，外套白色披肩，腿上穿着亮色型体裤，戴着深色太阳镜的老年女子格外醒目。记者接近她，发现这名女子年龄至少在70岁以上，发根处已经花白。和常人不同的是，这名女子的目光不在交际舞上，而是不停地打量着围观人群。然而寻找了许久也没有男人主动与她搭讪。不久后，她开始主动出击。一名古稀老者坐在小板凳上，手里握着一对健身球。女子主动走到老者跟前，说了几句什么，随后主动掀开披肩。见老者还是无动于衷，她干脆一把抓起老者手，放到自己的胸脯上。而那名老者也难以抗拒送上门的好事，最终二人谈成了生意，完成一场短暂的黄昏恋。简单总结一下，其实公园按摩女的套路无非就是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。很多老年人并不会提防女性，在他们寻找猎物过程中，如果有老人和他们搭话，且言语间没有反感，他们就会继续深入地聊下去。当双方距离被拉近，按摩女就会直接提出自己目的。虽然很多老人会觉得不舒服离开，但是有一部分老人还是会被他们的甜言蜜语哄骗，乖乖掏钱。其实这些女子都是厚脸皮，就算是老人对他们不友好，只要是被他们盯上目标，都会耐心地一步步纠缠下去，寻找可乘之机。警察们知道公园按摩女的存在吗？当然知道。至于这些人为什么没有消失，其实原因也很简单，
一位民警曾这样表达过抓捕按摩女的经历。虽然这样的任务相较于打击罪犯要轻松很多，但其实很多警察宁愿去干更危险的任务，也不愿意招惹他们。一来是这些按摩女很难纠缠，警察一来他们就走，警察一走他们又回来了，就像打游击一样。其次就是他们的顾客全都是上了年纪老人，特别是年纪在70岁以上的。这些老人其实心里都知道自己违法了，但仗着自己年纪大了，装聋作哑，甚至不少老人倚老卖老，对民警们出言不逊。而面对这些上年纪的顾客，警察们就算想第一时间把他们铐回警局也不行，毕竟老年人身体就相当于定时炸弹，万一被碰瓷了，就算是警察也很难说得清。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在2021年8月，安徽蚌埠某派出所的值班民警就接到群众举报，称公园内有按摩女正在进行非法交易。民警接到举报电话后，迅速来到事发地点，在公园厕所的隔间内不断传来阵阵撞击的声音。警察急忙破门，结果当场抓到一名70多的老者和一个40多的女性正在进行交易。一开始，这名女子谎称这名老人是她父亲，因为身体不好，没法独自上厕所，所以自己才在里面帮忙。听起来似乎很合理。然而，面对民警的提问，女子不仅神情慌张，连自己亲爹的名字都说不出来，简直可笑。而根据执法记录仪的画面，在推开厕所门的时候，老者裤子都被完全脱下来，怎么可能是在上厕所？到警局后，面对民警的指控，两人终于不再隐瞒，如实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老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，他说自己原本就是孤身一人，靠着退休金生活，今天本来是要去超市排队领鸡蛋，结果遇到这个按摩女，他声称进行一次按摩就能送10个鸡蛋，于是老人心动了。结果在按摩过程中，女人表示可以更进一步，最终二人讨价还价，以50块的价格达成交易。最后警方对女子做出了罚款和拘留处罚。对于老人，考虑到年龄太大，从人性化执法角度决定拘留不予执行。类似事情其实相当常见，看起来老年人和按摩女似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没什么好指责的。但其实这种行为的影响相当恶劣。读者简单总结一下，按摩女的负面影响主要有2方面。第一是对老年人的不尊重，因为老年人的年纪较大，处于弱势地位，因此很多按摩女收了钱之后都会当场跑路，就算老人几天后在广场上找到他们，也很难讨还公道，毕竟自己为老不尊的把柄还在对方手里捏着，只能忍气吞声。第二就是对社会环境影响，很多女性市民表示，独自前往公园的时候都会受到老年男人的骚扰，被询问多少钱一次，简直不堪其扰。说到底，其实老年人的需求虽然被忽视，但也是始终存在的。不过用交易这样的方式去处理需求，既不合法也不符合道德。最好的处理方式其实是在条件允许情况下重新找个老伴共度晚年，或者多发展其他的兴趣爱好，转移自己在生理需求上的注意力，不要继续在公园购买这种服务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